人生有很多角色，无论是女儿、是妈妈，还是我自己，衣服我都在唯品会买。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大牌衣服3折买。这里是唯品会冠名播出的《是女儿是妈妈2》，上唯品会大牌衣服3折买。是女儿是妈妈2的指定鲜奶品牌鲜博士，牛在身边，奶才新鲜，鲜奶就喝鲜博士。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会员彩蛋、加更版等精彩衍生。云南景挺美的，挺喜欢的，大自然那个劲儿，自然景色还漂亮。咱俩是不是没有单独出来玩？没有过。就带我爸，要不咱一家人。对，很少咱俩。你知道不是因为咱俩不想出去玩，是你不舍得给我爸扔那儿。是有关系。自然景色还漂亮。对。很舒服，挺舒服，也不是那么热。这是不是油菜花？是油菜花，好好看，看心情好，真的好像个遗印。咱北方孩子没见过这，哪见过这个呀？我的妈呀！哇塞，好好看呐！它油菜花的那个嫩苗苗那个心，就是白菜心，特别好吃。嗯。哇，好热！你热吗？我一点不热。你这是什么汗还是水啊？汗。你把衣服脱了吧。我一点都不热。我都已经脱2层衣服了。你要不把这件脱掉？我不。你热吧？我看你这个都是你这个啊。不热。你这个是热的吧？汗了，你把那个衣服脱掉好了。还有3对母女，知道他们的情况吗？我给你介绍一下好吗？好的。一个是陈梦，然后她是你知道陈梦吗？对。乒乓球冠军陈梦的介绍。以下是关于陈梦的介绍，两面反哇，销。你好先进啊，还可以用这个 AI 呢。乒乓球他是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就说明他的心理素质很好。他还是卫冕呢，我觉得卫冕也很厉害。他的妈妈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他在5岁的时候就可以给他决定他终身的职业？这个冒很大的险。这个事情你觉得是陈梦他自己想要去做的，还是他妈妈逼他或者 push 他？ push 他。你觉得是 push 他做这件事情？像他妈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就是我喜欢探讨的。如何诱导他，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了不起。如果咱们来得早的话，咱们就少懂那几组家庭，让那几组家庭先挑房间，咱不要着急，咱等后面。像这样事的时候吧，咱最好把咱放在后面，看看之前那3个家庭是怎么做的，咱好收取点经验。去了跟大家聊一聊，沟通。对。大山，呼吸空气，可能很舒服。沉浸式旅游，对。这些小楼房真有一点云南特色，以江北侧的。天气好，环境好的时候，心情也好，心情特别好，是。到喽。哇，挺漂亮的啊，真漂亮啊，是吧？挺漂亮。微风合院，我觉得这就应该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啊，我喜欢的粉色的玫瑰。这里是大家每天在这里聊天。你还有普兰 B。哦，妈，你快看，你快看！哇，真漂亮！没事的时候坐这里闭目养神，感觉和进入仙境一样，好舒服呀！去下面转转去吧。哇，你看那边，哦，那边很漂亮。这边应该是厨房。我也是番茄。那我也是番茄。现在4比4。跟风。天真好，这太舒服了哈。我们歇一会儿吧，等待大家的到来。好像是我们第一组进来的是吧？对。现在你看，就我们坐在这里嘛。2012年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卡塔尔公开赛，陈梦4比0战胜石河静，获得女单冠军。2012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苏州站，陈梦以4比3险胜刘诗雯，斩获个人又1枚金牌。咦，我不会是第一个吧？怎么？你坐一下呗，还是你要溜达溜达看一下？你看看，还有一个电子琴。祝你平安，祝你平安。我怎么感觉有点饿了？我要吃饭。你还吃了1碗米线，一会儿我要吃饭。哎，这怎么下去？从那个楼梯那边。那个楼梯下。嗨，你叫什么？陈梦。我们在下面啊，非常高兴认识你，阿姨好。我们这么远打招呼吗？你好 Hello， 你好，阿姨。你好，你好。在电视上看见你下来，看见你更瘦。你好 ，Hello， 陈梦，你好，你好，你好。啊，久闻大名，陈梦啊，很喜欢你。我感觉你本人比电视还要瘦。是吗？瘦好多。一般我们工作可能会在比镜头上，因为镜头是一个这个弧度嘛，对，它会放大一点。特别显。你来过云南吗？特别年轻。第一次啊！你觉得这个好看吗？挺漂亮。青岛我去过。我们要不要坐着说？对，先上那坐歇一会儿。我们去了很多。对，八大关。坐。哎呀，妈妈一路上都在聊你，说太厉害了。我刚刚一直在车上说，可喜欢你了。你是打横板，横板，你肯定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更强一些，是吗？阿姨真厉害。对呀，就是知道反手，你还知道反手，你肯定是平时总关注。我工作的时候我经常打，几乎天天打。哦，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正好是乒乓球黄金时代，庄则栋、李富荣那时候，你知道吗？在他们之前有林慧卿、郑敏之，你知道吗？是，对，这是打开了中国乒乓球的大门。我非常非常痴迷乒乓球。我很喜欢你这个眯眯的眼睛，很可爱。刚才我妈妈在路上还一直在说，一直在夸你，然后说，哎呀，就有好多问题要问你。那你几岁打到国家队？13岁。如果没有进国家队，你怎么样？你是如何看待海外兵团的对手？你应该赢他呢，还是你输给他？你赢他呀，肯定要赢他，肯定是要赢，一定是赢他。这我毫不犹豫。我觉得奥运冠军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卫冕奥运冠军就更厉害。更厉害。你准备迎战第3次吗？我还没问完第2次呢，妈妈。妈妈，你妈妈能够在你5岁的时候就决定你终身的职业，妈妈不了不起。我还是打乒乓球，
你也是打乒乓球哦？那你选择这是可以想象。那你没有感觉到乒乓球这个东西，给孩子的压力会很大吗？我那时候还真还好，我真是没考虑这些问题。对，就是没有想这么多。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从打了乒乓球以后，我是属于那种小的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妈会跟我说今天不听话，如果你再不听话，今天不去打乒乓球了。我是这样。你喜欢打？喜欢，还是喜欢的嘛？就是我觉得这个自驱力也很重要，就是他真的一定要喜欢，完全是迫去的话，肯定坚持不了。申一姐，那你喜欢当演员吗？表演就是唱歌跳舞是我的爱好，但不是我从小就是想要就做演员的梦，没有。但是后来兴趣爱好变成了我的职业所以我妈妈刚才才会问，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场最大的戏，就是我上大学填志愿的这个时间节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偷偷的填的志愿，我没有跟我妈妈说，所以脱离了我母亲原来给我规划的轨迹。走过了啊！你会紧张吗？还好。你要是紧张，你就过来牵我手。Hello， 你们好，嘉哥，盛一姐，黄圣依，哎，好了，很喜欢你，谢谢你。好了，嘉哥，阿姨好，你好。我一直看你节目。哦，谢谢阿姨。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妈就是想表达喜欢你，但又很尴尬。我觉得能见到你，我觉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啊，不能见到，要天天在一起见。坐。我想看黄圣依，我喜欢她，可能因为我是她的粉丝吧。这一次在节目中遇到她，我非常想问一下她的状况现在如何。我2个孩子都在上海上学。那你唱什么歌？我唱通俗演唱，是不是要这么讲？通俗歌曲。但我感觉你的这个就是发型这种状态，我感觉还有你的性格，你唱摇滚吗？我也是那么觉得。我都唱。阿姨运动是不是就蛮好的？我不是蛮好的，我之前也是打过乒乓球啊。你看这个是遗传的，对。妈妈的梦想还是要实现，替妈妈实现。来吧，宝贝。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们最后一个到。大格儿姐，不好意思，哎，你们好，嗨，你们好，梦姐好，我妈妈，阿姨好，都好年轻的妈妈。啊，我们坐这，要不你坐里面，我们坐一块儿，我们年轻人坐一块儿。对，你们介绍了吗？刚刚没有，就是人刚到齐，留给你。啊，大家好，我是程潇，然后是梁爱群女士的女儿。对，那我是程潇的妈妈，我叫梁爱群，这是我的女儿程潇。OK， 对。然后我希望我们就是很愉快的度过这个假期，这个旅行。好，多多关照啊。好啊。就了解了一下，然后好像我跟潇潇，我的女儿，我们俩都是忙内。忙内，就是好像就是女儿里面，她也是年龄最小的，可能妈妈里面，我应该不是最小的吧？我妈65的，我不是，我妈是65年，我妈是65年，65年。哦，那你妈妈肯定是最年轻的。妈妈72年是最年轻的。对，对。你最大啊，我也是最大。对，我第3，你第2。哦，1、2、3、4。梦呢？94年。94。行了，我老2，你老大。
这老三，那老四。哎，那我们这个顺序都排的都对耶，都对，是都对的，对对。哦，来了，他来了。哦，任务卡有任务，接一会儿。对，任务卡这是啥？要读出来，大声的读出来。欢迎大家入住你们共同的新家，你们将在这里展开合体旅居生活。桌上4束花代表着不同房型，请女儿妈妈们自行商议选择。希望你们选到心仪的房间哦。选房间，选房间，房间在哪里？啊，就是这个4朵花啊，4种不一样的花，是不是？向日葵、本玫瑰什么的。你们选来，就是你们有没有一定要自己一个人睡的？因为我看楼下这边可能有双人床，上边有一个是2张床的，所以看有没有睡觉有习惯不能那个什么，不能同睡是吧？如果说分到1张床、分到1间房什么的，没事，我就觉得弥补一下很多年没有跟女儿睡在1张床上啊，然后住在一个房间的这种体验吧。没关系，你选吧。如果特别不喜欢，可以换嘛。对，行，来吧。那就选跟前的呗。行，可以。哎，小心小心。我喜欢这个啊，那你喜欢，给你选这个来。这个颜色比较好。好。我喜欢这个，行，都好，这跟你好配。4号房，这屋没有温泉，但是温泉在屋里，挺好。你看看这个多好啊！这个不错的。对呀，我到家了，你还醉呀1号房卡，1号房，1号房卡。睡这行吗？可以。这里还蛮安静的。哦，2号房。哦，在这儿，就是这儿，2张床啊，这还有个大露台呢。对，哎呀，挺好的，不错。嗯3号房。哇，挺好。哇哦！哇，这个房间居然有茶具。我想晚上咱俩没事的时候可以喝茶。坐这喝茶。这个房间简直了，真的没想到呀。我采访过很多世界冠军，比方讲，我都累了。你现在稍微不要说话。侬眼睛闭起来休息10分钟。伊等下要讲侬讲闲话辰光侬。侬袜子破脱，侬穿介破双袜子了？侬这袜子上介破了，快脱脱了。搿承蒙伊5岁的就不要讲闲话，侬先不要讲闲话，等下再讲，先休息。承蒙，你先不要说话，先闭目养神。上海有一个冠军楼，你真的不要讲话，真的，就几分钟休息，你感觉闭上眼睛。妈，侬真的等他些要拍嘞，妈妈侬不要去啊！哎呀，哎，我出汗了。哎呦天哪！干嘛？颈椎。我给你掐2下。掐2下。哎呦，轻一点，你手劲太大。我没使劲。你手劲太大。你这个颈椎啊，确实有点问题。哎，这个地方。哎呦，轻一点。哎，出脑浆了。我都没使劲。你手劲太大了，你自己没数。哎呀，到达的第1天，就干上了陈医生的活。所以说人家说有女儿真好，小棉袄。哎呦，你这个手劲，你这个手的，你轻一点。不是我没准，你这里叫什么？中医讲痛则不通。哎呦天哪！
哎呦天！我的鸡爪。晚上你要是闹心也可以抱它。我不喜欢包鸡爪，这大鞋你非得带它。我可以穿的，我没带啥鞋，我就带一个双鞋。你不是那2双，那2双都是你的？哪2双我的？那个都是你的鞋吗？嗯，对，我就这双，哥，就这双，这是2双，4双是我的，剩都是你的啊。我不能总穿这1双鞋吧，对吧？行。哎呀，这一天。饭好了，好了是好了，大家都没来嘞。生意姐吃饭了，吃饭了。好的，马上下来。好，啊，吃饭啦，吃饭啦，走。妈妈，哎，吃饭啦。好的，来了。拉到纱门就行了，别进虫子。好。吃的还挺好呢。耶。哦，这个大救驾。这个折耳根我不行。你要不要做领了，妈妈？不要，我一做这行。动筷，来动筷子吧。开动。好吃这个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四对娘俩谁长最像。其实他俩长得最像。他俩长得最。我觉得你俩长得最像。最像2人组。一个好奇，就是讲一个好奇。比方讲，1比3落后的情况下，你的心理状况是如何想到反败为胜？阿姨，问题又来了。我感觉像被接受采访一样，此时此刻。他就是记者，我妈妈以前就是记者。那你就要有很强大的心理作用。有一个战术，就经常是打乱他们，使他们烦躁。这是体育学院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叫体育心理学。在失败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追赶，把比分一分一分追上来？这就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又来了。你应该让阿姨帮你传授一下。那新闻记者采访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回答？让阿姨给你介绍经验。我还没回答，现在问题又抛回去了。哎，来任务了啊，给我啊。好的。各位女儿和妈妈，你们即将作为旅行伙伴一起开启这趟旅程。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彼此，在这趟旅程正式开始之前，你们各自的妈妈和女儿都为你们写了一封介绍信。请在座的各位旅行伙伴们在唯品会的陪伴下，念出她为你写的这封介绍信。我的妈妈温柔、勤快、有生命力，严于律己。她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她是一个完美的女儿，善良，很执着，性格比较开朗活泼。她是对我最重要的一个人。大家好，我是陈梦，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妈妈，她叫庞敏，她是一位非常非常勤快、善良的人。我们家常年都干净到地像一面镜子。有一次，我趴地上用手指蹭地的角落，都没有一点灰。她经常擦完地，骄傲地站在一旁，侧着脸欣赏。就是这样，擦完这地以后吧，哎呀，你看多干净！我说不干净都不行，就是这样。这就是日常
她很可爱的样子。妈妈当过兵，雷厉风行，什么事都有提前量。我有点拖拉，向她学习哦。希望大家旅途愉快，陈梦。天哪！各位妈妈和女儿，你们好，我是陈梦的妈妈庞敏。我的女儿从5岁开始接触乒乓球，大约9岁左右进入省队，离开家。因为平时都是在训练和比赛中，没有闲暇的时光。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活泼开朗，而且她还比较能说。我现在还挺好奇，去了民宿是一个什么样的民宿呢？我挺好奇那有没有健身房的，而且我还挺好奇什么？去了以后，会不会节目组设置了一些，比如说游戏啊，有点难度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做去完成？这是不是都是鲜花呀？这是不是会是礼物呢？比赛的时候都是要这样的，知己知彼嘛，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最主要也是好奇。他还有一些脾气和小墨迹，如果在咱们这次旅行中出现一点点小性格的话，望大家不要客气，可以退回原厂家来处理，厂家会严格整修。我没想到我妈能这么幽默，就是我没想到她是用的是这样的词儿，就是很可爱、很搞笑。还有他从小一直是集体生活，他的自理能力和体能是比较强的，也乐于帮助别人。如果哪位妈妈和女儿需要他帮忙的事情，尽管开口，千万不要客气，只要他能做到的，他一定会帮忙。陈梦的妈妈庞敏，阿姨太可爱了，退回原厂家。你还有这等幽默呢？大家好，我是李佳葛的妈妈，我姑娘小名叫格格，她是一个很开朗、很执着，不会藏着掖着的东北女孩的性格。她还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从小5、6岁的时候，只要是旅游，她就会抢着拉杆箱怕我累着。我姑娘从小还是挺懂事儿，每次去旅游的时候，她就会提着行李啊，那个拉杆箱啊。不管多沉多重，他都要求自己去拿着，就很怕我俩累着。就这么小的年龄，他就很照顾我们。一要抱他，妈你别要抱我。我说为啥呀？他就说啊，我怕你累着。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哎呦妈呀，这么点孩子怎么能说这话呢？啊，他这种习惯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些让他看着不惯的地方，他也会在很多人面前直接的攻击我。我作为他的妈妈可以原谅他，可是在外人面前谁会原谅他？希望这次旅行你别给我整事儿，能够包容理解他这个妈妈，爱你的妈妈，还画了个兔子，就感觉很受委屈，但是就句都是在恐吓我。带我了，哎呀妈，读吧，对，太贴心了。大家好，大家好，我的妈妈叫薄永霞。你的声音倒很好。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人，生活中我俩没少拌嘴。如果这次旅途中我俩有些小摩擦，也都是属于正常现象。哎呦妈呀，摩擦，你看见没？来没这就是属于刚刚说的整事儿，是不是？对，也属于正常现象，但担心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一会儿就好了。你看你都整错了，这是怨我吗？别担心，那顶上写的是你瞅你错别字儿，这不都划掉了吗？为啥划？那我写错了不得划？别干仗咱俩啊！是谁整事儿？也是。佳葛姐跟她的妈妈相处的这种方式吧，有点相爱相杀的感觉。在我心里，我妈妈好像永远都憋不住。哎呀妈，憋不住。她喜欢唱歌跳舞，
打麻将闲不住，那不是憋不住。我不说闲不住了吗？你说是憋不住，过于直接、直白。你看你那白字写的吧，那也不像结巴这个白。担心会在慈母慈子女孝和火山爆发，火山爆发反复横跳。哎呦我的妈呀！要不还是让阿姨读吧。是你说那玩意儿，我的妈！我还是小时候的我，但是我有一个但是，那你念来，大家，让彼此都轻松一些。你小时候学习能好都怪了，我跟你讲。哎呦我的天！希望他能明白我还是小时候的我，只是我有了更多的身份，不再只是他的女儿。希望他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我自己身上，而不是纠结于那些他无法改变的事情。希望这一趟旅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一种更健康的相处方式，能够成为我们母女关系的新起点。没事，笑的眼泪出来了。让彼此都有。因为他那封信的时候，我 get 到了他的点。在他又是妈妈又是女儿的这个双重身份之间，也看到了他的困惑和他的难，然后也有委屈吧。作为妈妈，只能是更多的去体谅女儿吧。最后再一次说句掏心窝的话，别被他唠唠叨叨的大嗓门吓唬住，他就是这个怕被女儿丢下的女孩而已。一下子把我给击中了。其实不光光是妈妈放不下女儿，其实女儿也放不下妈妈，是双向奔赴的。我觉得我刚刚有一句话听得我眼泪要掉下来了，就是格格说妈妈就是怕被格格丢下的一个女孩，这一句话我就绷不住了。因为我妈也这么觉得。我没有这么觉得，我没有这么觉得。你随时可以丢下我。妈妈说的那些话，你觉得她是真心的吗？我觉得她不是，就是如果我觉得她真的很接受或是怎么样，她可能就不会因为那封信的那一句话而落泪。就他们的世界可能只有我们，或者是我们是最重要的，对，但可能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但你这个该怎么抉择呢？或者是该怎么平衡呢？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办法。我之前也生病，就是因为我分期不太好，复发的概率比较大，所以现在我会让他们慢慢的去接受一个，如果说有一天我不在了，然后他们依然可以就是有能力面对所有的一切。所以如果说他想要高飞，他想要走得更远，我是会把他推出去的。就是说他可以随时离开我，只要他想，只要他愿意去做的任何事情。啥呀啊！你这整的太闹腾了，说的太闹腾了。哎呀，你认真看一下我写了啥。我妈看完了之后说：“你这字写太难看。”哎呀，他总是贬低一些这事那事，他不知道他说那话会不会刺痛我吧？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这一天呢，这给我整的呀，等着吧啊！他不是。他的格就是我啥呀？啥？我咋了？你到底看没看懂我写了啥？
你哪块你有看懂吗？我要不给你读一遍最后一段？不用啊，不用。哦，我的情绪来源不是他不看，也不是他没看懂，是我觉得没有用心在看，就他都没有试图好好读。咱俩以后还得慢慢交流吧。没什么交流的，没什么交流的。哎，你看他不跟我交流，他总会吐槽我。我能不能不交流？聊不明白聊啥呢？他不跟你交流就吐槽你，就给你点一些不好的地方。我跟我妈最会的就是闭口不提，因为我跟她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的，因为讨论不明白。你说你，哎呀，一点耐性都没有。闭口不提，这就是我的解决方法。他没耐性，你知道吧？他没耐性，你知道吧？因为你得讲理，我才能跟你有的理讲。如果你不讲理，我就真的没有耐心。咱俩还得因为我妈先沟通，如果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她就哭。她最大的武器就是哭。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就是，那你说大家讲道理，讲到最后讲不明白的时候，就说不是道理你说对，但是怎么跟我说话呢？你看，那咱俩讲的到底是道理还是情绪嘛？不让你说话。他性格有点急，这一件事没多大事啊，就会急眼呐，还很情绪化，我觉得他。你要跟我讲道理，你就好好讲道理。你不想讲道理，那我哄你就好了嘛。你到底要哄你，还是要讨论这件事情对还是错？就其实我跟我妈的这种争执，这是常态，因为我跟她讨论不明白，她只会站在她自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不要就是吵，就是有话好说，有话好好说也是双方的，不能就是你用一个就是母亲说你这，我就得好好说话。咱们那我不行，这几天还得交流交流，我也不行。当时为什么会和你妈妈发生争吵？因为我跟我爸的确有应激反应，就当我跟他讲不通道理的时候，我就是会大声喊、大声说话，就是，哎呀，我不知道，就是很无助。两个人关在一起，你跟他讲一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人是完全不按照你的逻辑去走的时候，人就疯了，就是。那你怎么办呢？她是你妈，你又不能，你能把她怎么样？你就只能说好吧，那我不说了，就只能这样吧。我能拿她怎么办？我就是好，不说了 ，OK， 别生气了，可以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再站起来好好的交流交流，对，咱们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学习。对，他小时候很乖，完了长大了以后，结婚7、8年，我们就很少联系了，联系就少了。
没有不联系，怎么可能不联系？就是不是那么就像小时候那么黏了，反正就是一年我去上海2、3次，一次待1、2个月，就这样啊，那很好了。我嫁人得有到今年是第8年，我前5年是没有跟我老公一起过过年的，就是永远我跟我老公都是分开，我老公去陪他的妈妈，我去陪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孩子今年跟我过，明年跟他爸爸过。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你知道这时候逼到，就是我把我妈安顿在三亚，我把我婆婆也安顿在三亚，所以就导致我那一年就是我真的身心俱疲。我妈在三亚区，我的婆婆在海棠湾，然后我跟我老公每一天往返1个小时见面，就是我就觉得我在干嘛呢？就是即便我这样做，我妈还是会跟我吵架。好像也是因为我婆婆，我大概是帮我婆婆说了几句话，我们就是大闹了一场，我一下就崩了，你知道吗？就一下就是算，我的人格从小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会替我婆婆想，替我老公想，替我的孩子想，替我妈妈想，我就是没有替自己想过。想又生气。真的，那就是那一次，我就觉得，就是觉得我太累了。从那次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后不跟你一起过年了。”这个你必须得让他们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环境。我是给他们的，我没有什么要求。他自己心里自责，就说我必须陪我妈妈过，他都必须陪他家，这是他们2口商量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所以我没有啥想法，是他们有想法。我就是愿意自己这么累。你就是他是你跟我说，如果你不回家过年，我和你爸很难过。不是没有任何就是说你非得陪我怎么样，都是他们决定。真作呀，真作。今天还有一句让我挺伤心的，就是他用了一句，他说我不需要，我和他爸都不需要，是他自己想的。这就是在全盘否定你做的所有的东西啊！他不觉得是你在做，你在为这件事情做争取和努力，他觉得是你自愿的，你想太多。我们俩就属于那种总说话烂，总是来回吵，就已经好像习惯了那种。我不是很习惯，你不习惯，反正你再说，你知道吧？你说了，那你肯定反馈我心里了。因为女儿跟妈妈说话，你就是有点不那啥的时候，妈妈很伤心的。伤就好了，所以你必须要寻找到一种新的快乐，全部想要他像小时候那样，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一个家庭，他自己有他的孩子。我不要求别的，我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有的就是你可能说话的方式，你得注意。我注意，我以后只做表情包，我不说话，说话可气人。到你了，妈，到你了。好，亲爱的女孩们，大家好，我是黄圣依。今天我要骄傲地向大家介绍我的妈妈，永远上进的邓传里。传理，从工作到生活里，她都是致力于传播真理，这就是她的人生说明书。这位74岁的报社编辑，每天还是会雷打不动的早上写字，下午看书，弹琴。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读的那本《博弈论》，没错，就是那本，是从我妈妈的书架上顺来的。妈妈的书柜里藏着我叹为观止的人生边界。为了这次旅行，她靠的健康饮食、合理锻炼，半个月就瘦了8斤。这份热爱美、践行美的决心，各位朋友，请放下你们的矜持，使劲的夸她。哈哈哈！她可能会因为观察太入神而走得慢点，或者忍不住的话给大家科普小知识。有时候认准的是，9头牛都拉不回来，但这些都是妈妈很可爱的真实感。妈妈风华正茂的年纪，正忙着事业和照顾老人，而我也在10几岁，因为事业常常离家，让我觉得有点心疼，有点感触到。小时候觉得妈妈是无所不能的，妈妈很有能力，然后，也为我安排了很多事情。她好像是一笔一画了构建了我的童年。虽然我觉得现在在社会属性上，妈妈已经退到2线了，她可能已经没有在我们2个的关系当中成为那个驾驶汽车的那个人，但是在我的面前，她还是不甘于，也不愿意就乖乖地坐在副驾驶。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她依然保持着非常自律的生活。我觉得我永远需要追赶她。因为上进的邓女士让我懂得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是时候一起去经历一场人生烟火了。女儿，邓邓。哇，你写的挺长呀妈。黄圣依1983年出生于上海，她从小就长得漂亮。她的童年完全在上海少年宫小迎新艺术团、上海体育馆度过的。她参加舞蹈组、美术组，进小学、上中学。21世纪来临的那年，学校交大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优秀中学生。妈妈讲的就是非常的 AI 那种，然后就把我的生平的这个履历全部都介绍了一遍。也许是她的生活太单纯、太顺利。这使得他对于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坎坷、遭遇逆境的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作为一个演员，又要演绎各种不同的角色，他的理解和体会是不足的。漫漫人生路会遇到顺逆路是必然的，那么女儿将如何面对？就是他一直好像都是会很担心我做不好我自己目前在做的这个工作和我在过的这个生活，他总是觉得我可能会做不好，就是会觉得我能力达不到。就像我觉得我很理解他一直很感兴趣陈梦的妈妈为什么会在5岁的时候为他选择做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就他会觉得你怎么知道你的女儿可以成为世界冠军，或者可以有能力做到这个程度？你会担心吗？你会有担忧吗？她不能做到这样，她做不好怎么办？所以我要在每一次的证明当中告诉她，这件事情我能做好，那件事情我也可以做好，可能我还能试试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妈基本上没有什么就赞美过我，就是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就几乎没有，从小到大严格要求你。对，她总觉得这个我做的就是没有达到她心里面想的那个标准，一直她都挺严格的，要求很高。主要讲她参加水立方跳水，我就要想到陈梦了。什么？一想到奥运冠军，奥运冠军，我们这个娱乐性质达不到这个专业。差太远了，应该差那么远的，哎呀！所以我现在就必须得接受。那他已经太优秀了，他能去已经很优秀了，他敢跳下去已经很优秀了，勇敢了，差太多了。
不是，你想，你理科生已经学习很好，又能考上电影学院，你说那个10米跳台，他再跳成奥运冠军，你说我们这些人咋干呢？对吧？声音的妈妈也是强势的，所以她是不是因为妈妈本身从小就比较强势，所以她比较能理解她之后遇到所有强势的人？所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到您了，阿姨。哦，好，到我了。你会写什么给我呀？我想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妈妈梁爱群。妈妈在我和妹妹身上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从上下学接送到周末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些演出活动，她从来没有缺席过。后来我很叛逆，执意要去海外，和她闹了很多别扭，可她最后还是妥协了，变成了我唯一且坚实的后盾。我们虽然是母女，我也很爱她，但我们对对方好像并没有那么了解。我很想再多了解她一些，说说心里话，解锁我们更多的第一次。女儿陈潇呀，OK， 到你了。这一次一起旅行的伙伴们，你们好，我向你们介绍我的女儿程潇。她从小热爱舞蹈，16岁独自离开家去海外发展。她是我心里的完美女儿，漂亮、善良、坚韧、努力。我常常惊叹于这些年她的成长。老母亲本还想替她操心、出主意，都发现她早已能独当一面，做事周全。我觉得她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她既能扛得住压力，又始终保持着那份纯真和善良。每次看到她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都特别感慨，这孩子真的长大了。但她骨子里的那份坚韧和温暖却一点都没有变。我为她骄傲，不仅仅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更是因为她身上那股力量和无数追梦的女孩一样独特而坚定。这是我和潇潇的第一次单独旅行，我最期待的事情是能和潇潇干一架。我希望她可以冲我发火，跟我生气，把她的情绪能够发泄出来。希望潇潇在我面前不要那么强。就是我生病的这个事情，就是感觉让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一夜之间就扛下了所有。但是因为打电话打视频跟我生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真正的就是觉得他失去了妈妈这个依靠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逼着他一夜成长了。就是我害怕看到孩子一夜之间就要扛下所有，然后要一夜之间就懂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承担。妈妈的肩膀是可以依靠的，虽然给不了助力，给不了托举，但是可以抱一抱。妈妈呢，肯定是要能够为孩子扛下所有的，但是好像现在妈妈扛不住了，扛不动了，扛不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有点沮丧，有点自责的地方吧，就是不能给孩子做更多了。
所以，如果这件事真的能够发生，请大家多多鼓励他表达自我。期待我们这次完美温馨的女儿妈妈们的旅行。不好意思，我把你给弄哭了。因为他从小离开我比较早，但是他是特别让人省心的孩子。你对他有任何要求，就是你只要你说了，他一定能够去把你做到。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孩子，但是呢，他心里什么都清楚，他什么都能为你做到。这个孩子就是独立太久，他太坚强了。我就说他只给我展现他好的一面，他不想让我看到他脆弱呀、委屈啊、无助的一面。其实我很希望他能就是在妈妈面前展现这一面给我。我是听了所有的妈妈们的写的东西，我才不行的。其实我是挺期待他说，他写很多我跟他相处的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好像其他的妈妈就是在形容女儿的时候就很全面，就是好像妈妈都是很骄傲的。但是我在我妈的这个信里面听到了更多的是指责，她是觉得我会给她找事儿，会当着很多人面攻击她，很刺耳。其实就是我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失败，作为她的女儿。就可能每个人家庭的相处模式就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就可能会比想象中的矛盾要深。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沟通或者是表达的这种方式吧，就是说互相有点不太理解。其实我倒觉得他俩各自都为对方所考虑。好不好吃？还挺好吃的，好吃多加了。对，太贴心了。就是说他们所表达的方式不同，妈妈是这样想，女儿是那样想，但是心都是好的。还有这么多天，慢慢来，多尝试一下不同的方法，有可能这个以前的模式行不通，换一个模式。对，而且总要有一个人先改变，对吗？对，都不改变就固有。今天早点休息吧。好，好嘞，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晚安。哎呀，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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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醒，宝贝。哎呦，哎呀，冻死人了！有空调吗？我现在开空调。哎呦天哪！喝点热茶吧。可以。背厚不厚？还好，还好。晚上这屋好像挺凉哈。每个屋都凉。那咱是把门子关上啊？我要出去一下。他的关键就是说，不跟你沟通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多了吧，他会生气，很气的不像样不像样。我不说嘛，我自己憋着。我想跟他沟通。
心里挺不舒服的，我也不想讲他，确实。我们的关系平时里，你好像也觉得没有那么难受，也挺开心的，但是你就觉得好像有一个门被关上了，然后就把我和我妈隔在了屋里和屋外，但是敲门也能开，就这种感觉。如果说分到一间房什么的，克服一下。这笑喷了，万一我明天脸过敏咋办？脸肿得和猪头似的。要不是你脸上抹了面膜，你再给我脸上一块。妈，你放的咱俩的睡衣也是母女装。对啊，那不你给我挑选了，很好，是不是很舒服？舒服，是吧？特别舒服，这个裤子。因为从小到大，我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琐碎，所有的事情都你帮我想，帮我去做。然后我就想利用这次的正好一个好的机会，能够多为你做些什么，所以我就想着更加有仪式感，买了这个睡衣、鞋，鞋子，我们俩的鞋子也一样，同款鞋子，还有冲锋衣，对，还有冲锋衣，保暖衣，保暖的，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我想对你表达的一种方式，一种爱的方式。咱俩可以躺床上敷敷面膜去。好，在你这躺一会儿吧。在我这躺。好啊。哎呀，我天哪！从小到大几乎没跟我躺，是吧？不用说，咱俩躺一个床上了，就连在一个房间，在一个房间咱俩都没有。是不是从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你想没想你冬天的时候，我半夜起来上洗手间，我想过来看看别盖被。盖不好，我给你盖盖被。我一看，好家伙，整个一个人趴在床上，腿和屁股在下面，完了以后你就睡着了。看看吧，也挺可怜，但是吧，也感觉为了锻炼你的自理能力，可怜也没办法，是吧？挺好，像这会想想也挺好。就算是没有说这个长时间在你们身边，可是你给我的爱从来没缺失过，从来没有离析，是吗？但是这就你9岁以后感觉出来了。你看咱俩那么长时间不在一个房间睡觉，可能突然间在一起不太适应，不行就你先睡，你睡着了妈妈再睡。不用，没事，不用，因为我也很兴奋跟你在一个房间里。行，那咱俩今天晚上先试试。如果要没有抽到这样房间，可能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跟妈妈能够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又能跟妈妈睡在一个房间吧，觉得还是挺好。所以家长不管哪一个家长都是说他对自己的孩子都是非常爱，对吧？没有说不爱自己的孩子。你说哪一个父母他不爱自己的孩子？无非是他就说他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我呀，就期待跟我大宝在一起。
有些可能经常的在一起，就感觉好像是你看那么亲近，那么。有些好像是不在一起，但是他一点不少爱他。你们现在慢慢长大了，你们对父母的爱也是表现不同，孝心也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就和这个父母对孩子呀、对儿女一样，他没有不爱他的，儿女同样对父母也是，他都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也就是说表现的形式不太一样。人生有很多角色，每个我都想有主动权。一身高质感穿搭，用专业掌控全局。换身波西风，1秒切换状态，享受度假的松弛。给家人的也安排好了，轻便的防晒衣让紫外线开启勿扰模式。无论是女儿、是妈妈还是我自己，衣服我都在唯品会买，不合适的免费上门换。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大牌衣服3折满。I hear the alarm go off at 6. Used to be up on a call in sick. I always dreaded this time of day. But not anymore, 'cause of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good morning, beautiful. 哥，起来吧。几点了？9点33了。你太困了吗？我饭做好了，你起来。我跟我妈就这种问题，假装无事发生就过去了，我不会再跟她重提。我的鸡爪，晚上你要是闹心，可以抱他。哎呀，你睡醒了，早，二姐早。下面的灰色的裤子呢？没有灰裤子。灰色的裤子我3条呢，这条是绿色的。我全部理好的衣服，你为什么要跟我换？这件衣服都已经最起码有30年了，这说明勤俭节约是一件好事。这也很久了。怎么很久了？这个没有我一孕就非常好。妈，这也不要了吧？这都多少年了？妈，这个真的不要了，这是我小时候的。算了，我自己把它偷偷拿出来吧，这都不要了。然后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当天晚上就把衣服所有的全部都拿回去了，然后重新又拿出来了，还是装回他以前的那些衣服。
第二天早上我又中和了一下，就是又把我的又放回去，然后同时其实把他的那部分又重新理了一下，精简了一些，就把我认为实在不太行的拿走了，然后把他认为也还行的吧就带上了。那现在就是你不穿我给你配的那个是吧？啊，我给你配的你不想穿是吧？那你现在选一个，这里边你觉得最 OK 可以穿这个行吗？这个尺寸不对 ，size 不对的。这个其实还好，我自己买的衣服全是 size 一样的，这件也可以。这条是绿色的，我配这件衣服。不要搞了，这真的很难看，妈妈没有这样穿的。这有什么？这衣服嘛，这本来就是时装。你这样你自己去照镜子。啊，很好。衣服嘛，这本来就是时装。回来啦啊！他们都给我带来的都是短袖，短的啊，夏天的。夏天的是，就是这个裤子也是，怎么都是那么长啊？它这裤，说明咱个儿还是矮，短着都长。我问你，你跟我女儿一样，给我买的裤子全是很长，我时髦，我都觉得不行，我非得塞进去，否则那个裤子全拖地上拖。时髦，现在就这样时髦。我不习惯呀。那下次给你买9分裤。我现在就穿的是9分裤呀。你现在觉得这个裤子长吗？我这个是我旧的裤子呀。他说要我穿时髦的裤子，我就跟碰到你妈妈一样了呀。你看我妈就是长裤子，很长的裤子，你看不是拖地上，我要把那个一直说这事儿，吵的逗死我了。那地上鞋不是还挺高的吗？高鞋那也不行呀。如果要走路的话就不舒服呀。是的。有点冷哎，我还得穿件衣服，我穿件毛衣。妈妈，你可以坐一会儿休息一下。瑜伽馆文化墙这边就可能就是一个乒乓球室。你如果到了那个乒乓球室，人家一定要给你拍一张照。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奥运冠军的。那肯定是不一样。不一样。主要是在节目当中又去到了乒乓球馆，也不太一样。妈妈可以打一下，试一下。横拍是不是这样打出去？因为对右手这样就是对右手拍对吗？不是，这样是正手，这样是反手。现在普遍用横拍的多，为什么？现在其实成了中国的主流打法了。中国的主流打法了。就是大家都是那样了，所以就。如果练直拍的话，现在想打出来有点难，因为很辛苦。我们同时，比如说都是用反手的时候，直拍的反手没有我们的反手的进攻性那么强。横拍的话，我们是有进攻结合弧圈，有弧圈结合快攻，这个不一样，就是一个近台，一个远台。对。但是全面型的这种现在打法，中近远台都可以，就不可以。我曾经有过的梦是体育梦。大家好，我是陈梦。鸿运当头，你鸿运当头啊！鸿运当头，卫冕第3次冠军，希望你得第3次冠军。好的，阿姨。阿姨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了，看了阿姨非常期待。你吃饭了吗？我没吃。你要体能锻炼，为什么？我跟你讲，你又要告诉我你要坚持下去。对。自信心的培养，有很多因素决定的。那你小时候怎么自信心的培养，怎么建立呢？我是首先我从小就是不服，
什么都想跟人比，但是我不会说明面这样。我知道，暗的这种使劲儿，就是还是有这种要比的心，就是这种竞争意识其实挺重要的。就有些人就是他不想比，他就觉得我不想比赛。这个人家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经常是鼓励为主的人，成功的概率要比经常受压抑的人成功的概率多。我觉得这个真的未必。那你要这么认为，你要是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你为什么从来不鼓励我呢？因为我跟中国男排主教练沈富林他的爱人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就住在他们一幢楼里，他们的隔壁就是上海网球冠军，得过1届上海网球冠军。我的一个同学的孩子，现在目前国际象棋已经国家队了。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他就是要成功的难度太大，觉得这不可能，觉得这不可能。我妈就是属于没有鼓励我过，从来都跟我说这个你不行的，你搞不好的，你肯定这个事情弄不了。他基本上没有在我面前给我夸赞过我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就基本上在每件事情的开始，他都是要泼冷水的，然后到结束的时候完成了，他也会象征性的鼓励我一下，觉得还可以，做得不错。这是他习惯的表达，我已经习惯了。That's why we easy accent in morning. Easy accent in morning. 我挺爱骑自行车的，这真的很自由。对。咱俩第一次见得有6、7年了吧？都不止6、7年了，我觉得。我原来我住在北京，就是也算郊区吧。我有的时候春天这个时候也会去踏青，会骑车的。你这在什么时候搬回来上海？就是快点。我们经常骑自行车出来玩。是吗？很好玩，带孩子。哎呀，好爽呀！真舒服呀！好好玩啊！哎呀，这一路都是下坡。我觉得今天晚上回家，明天早上起来估计都得腿疼。李佳格，我原来跟他是认识的，东北人的那种喜感在他身上就是很淋漓尽致。我们俩的优点在于很多在一些价值观的东西其实是符合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会让我们达到某一种程度上的一些默契。这里好舒服，拍个照吧，我给你。行啊，来。这个衣服颜色老春天了，非常适合这个景色。这是我在唯品会上买的，这边紫外线强，要注意防晒。我还带了很多他们家的衣服来了。我在唯品会上给孩子买的多，都想给孩子买质量好的，又担心孩子长得快呀，一会儿就穿不了。唯品会同样的牌子能打2到3折，我下手就干脆多了。一看你就没少买。看看照片，哎，不错哎，走吧，走。终于到了。我回来了，他们就开始做饭了啊！做饭了吗？嗨，他们都在收拾啦！啊，来了。你俩骑行的感觉怎么样呀？酸爽，酸爽。饭不是我拿手的，打打下手。我这是个土豆泥，我做完就好了，比较简单。你应该先用文火炖一炖，你放一点点。不要，我可以，我是个做饭老手。是吗？对，我经常在家做饭，放心我啊。哎呀，大姐，好厉害呀！
哇塞，我跟你学习一下。对呀、我妈做饭还可以的。我做饭可以，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栏目叫康福杂志的那个美食栏目啊。你在听啥呢？你在听啥呢？不想做排骨吗？那你在听啥呢？就做排骨方法。要为啥听那么听啊？这样能听啊？你放大了听不就得了吗？走吧。我因为在那边看听不着，因为没有网。那你大点声不就得了吗？因为没有网。咋的？不好意思啊，我害怕别人知道现学的。不是学。也能做出好吃的糖醋排骨。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一看怎么做的吧。这是我今天花了20块钱买的1斤2两的肋排，我们把排骨剁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哇，这更齐全了，这料，这买啥呀买？你说像咱们要是做的不好咋办？然后把排骨冷水下锅，焯一下水，加入少许葱姜和料酒去腥，然后开大火把水烧开，水开后把上面的浮沫捞出来不要，浮沫捞干净之后再煮3分钟左右。排骨是谁做呀？哎，锅没做呀，那我做。想学好了。他那个白菜还要做吗？咋了？开了，水开了。放，好，很。开饭吧，开饭，开饭了，开饭吧，妈妈自己行动啊，自己来，自己来。可以，好好吃哦。咱们，谢谢。妈，你这个蘑菇味道是可以的，哎，必须得非常好。哎，哇塞，我们俩第一口先吃这个，太好吃了。我给你尝尝，土豆泥。谢谢谢谢，好，够了够了。你多吃点这个，你吃不了肉。谢谢谢谢。妈，我想吃排骨。所以这个也不错。这个啊，哎呀，找排骨试试看什么味儿。排骨肯定挺好吃的。排骨肯定挺好吃，他眼睛都蓝了。你吃点这个就救活肉味儿吧。妈，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每天早上你都给我打铁皮桶的牛奶，说多喝牛奶就能帮助我长大个，好怀念呀！就知道你这大馋丫头爱喝，特意从咱老家给你带来了鲜博士鲜牛奶，你以前总喝。奶香味好浓啊，是小时候的味道。鲜博士来自咱东北黑土地，口感香浓，超鲜超好喝。果然牛在身边，奶才新鲜，鲜奶就喝鲜博士，鲜奶就喝鲜博士，浓浓的爱也要实在的说。大家来客厅集合，我们一起玩个游戏吧。玩游戏。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客厅，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进行一个小且简单的游戏，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对方。请看 PPT。我们会一一公布名称，由妈妈说一件女儿的事例。听完之后，希望能让大家更加了解彼此，让母女感情升温发展。准备好怎么夸我了吗？请妈妈分享女儿做过最贴心的事。妈妈。我来先说一个。我们家陈梦就是在5岁左右，她打乒乓球的时候，就是场地没有洗澡间，都是要回家洗澡。当姥姥和她一起洗澡的时候，姥姥的内衣内裤，她给姥姥讲：“姥姥，
你别吭气儿，我来给你洗，你千万别吭气儿，要不我妈妈听见，我妈妈会给你洗。所以说，我就感觉这孩子特别孝顺，特别贴心，那都是姥姥后来给我讲的。对于我来说，尤其现在，长大了会表达了以后，我觉得其实妈妈的一生吧，一直都是在操劳家庭，所以就希望她有更多的时间，有自己更多的这种空间吧，然后希望能多帮她多分担一点。因为那时候她太小了，主要是5岁，那个小时候根本就搓不动。对对，管他洗干净洗不干净，他知道给你洗。这想法好暖心啊。是。好，下一个，哪位女儿小时候最调皮？我没感觉她有调皮的时候。你不调皮？我不调皮啊。反正我们说啥你还很听，就很乖呀。我调皮吗？你不调皮。没有人调皮，我们都很乖巧。很乖的。你说一下我调皮的。我也不觉得你很。没有人认他。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挺调皮的，但你们没有觉得我们调皮吗？调皮倒不是说调皮呀，就是说，最大的就是说小时候我说啥，都按你的意思去做了。长大了以后，说啥不听啥，说啥都反着做了，就是这样。小时候就是我说啥很听，特别乖的一个孩子。那现在就是有脾气了，他现在就是觉得能大声跟我俩吼一下说实话那种，我就心里就是就有点受不了。那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说的不对，不想听了？这里我要表扬黄圣依，我们互相理解，有不同意见我们求同存异。他小时候很乖，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希望跟这个是不是快乐？小时候给我们很多快乐，长大我现在带你都是不是小时候真快乐。就我能看出来吧，我妈对我其实不满意。哎，不对，今天下午在我们房间，我们喝茶的时候，我们4个人在那聊着，他对你很满意，就是说你娘俩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对，听妈妈唠叨也是一种爱。他不愿意，我知道，但是我不能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负能量，我扛不住。你扛不住，我扛不住。而且我有跟他说过，我说妈妈，我负担不了这么多负面情绪了，我需要你帮帮我。然后他就说我不跟他沟通，可是我扛不住了呀，人总有累的时候。我妈经常的跟我说她最近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事儿，这个事儿和下一个事儿和下一个事儿几乎都是因为这种很莫须有的一些小情绪上的事情，她会生气。5、6年前我承受，多大的事儿我都会跟她聊，我后来不承受了，因为我发现每一次都是因为这些事儿，我就觉得在做无用功，我很无力。妈妈，我负担不了这么多负面情绪了，我需要你帮帮我。如果说潇潇他也面临家革，他遇到这么多压力扛不住的时候，我再把我负面的情绪再堆积给他，他确实是扛不住的。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是妈妈的话，我觉得要体谅他。所以我就是说，我们放手要放得彻底，让他们独自去面对生活。我们尽量的照顾好我们自己，做个懂事的老人，懂事的妈妈。懂事的妈妈就是分寸感、边界感。这个平衡点其实就是我们要找好。可是我觉得你很极端，你这个也没有平衡啊。你的叫彻底放手，怎么叫平衡呢？不存在彻底放手，对吧？就是度。对，就是我可能也有我的情绪，但是我发现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愿意为你的情绪而让步一下。但是我觉得你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再把我想表达的事情再表达给你，这是不是一个平衡？对，我发现了，我的妈妈跟嘉革姐的妈妈是2个反方向。反方向啊？是，好像有点是，是。阿姨是属于我都，你别管我啊，我很好，但其实不好。
就是然后妈妈是你爱我呀，爱我，你怎么没像原来一样爱我了？对，你要给我，我要。对，你不跟我说话，你不跟我沟通，你不理我，我觉得我说话你不听。当妈妈，你说儿女大了就是不勒你那种感觉，是不是心里很痛？我就憋着，你可没憋着，我还没憋着，没有。我记得我怀憋着我自己知道。我记得我怀河的时候，咱俩在车里面，给我气的那么大的肚子，你一点都没让着我。家里的事儿那我不要说，我就觉得不讲理嘛。家里我讲的是道理，但你不跟我讲道理。这要说话长着呢，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懂吗？可以展开说一说喽。来都来了，为啥要说呀？因为这件事情你想暴露吗？你想暴露吗？我 OK 的呀，有啥不能说的？行了，我不想说，懂吗？因为我觉得这事一定要说出来，让大家去评论。不要说，不要说。一会儿我让他们先送你回去吧，我怕路太晚，你身体吃不消。你就搞不懂。行了，大家就往后，受不了。下一个，最擅长报喜不报忧的女儿，请分享一件印象最深刻的女儿报喜不报忧的事情。这事儿报喜不报忧不应该女儿说吗？要不然都没说，她妈妈怎么知道？你说吧。哦，前年在比赛出发之前的时候，在右肩上长了一个青春痘一样的一个痘痘，一开始这么小，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在意，因为我每天训练反复都需要摩擦，然后一直要出汗，在这个过程当中磨破了，可能感染了，感染以后呢，只是破口，但我还是没有在意。临到比赛出发之前呢，就在一晚上的时间，它从一个这么小的痘痘变成一个这么大的。因为我已经练了很久了，需要参加比赛了，所以就是没有说，也没有跟教练说。但我最后实在是忍受不了的时候，就这么大的火鸡的被我磨到已经开始烂掉了。这时候已经没办法不跟教练说，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坚持不了比赛了。而且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又在国外，然后当时也是报了教练组，报了大使馆。从当地的大使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中医，他用了一个火针穿刺，是把这个针烧到最热的时候挖出来，蒯出来。对，要从我这个包囊肿的地方要穿进去，然后要生生的从这个地方要把我里面所有的脓要清出来，清创，清了30毫升的脓出来。清创以后往里面灌双氧水，要不停的去冲洗消毒啊！天哪，疼啊，多疼啊！就是因为太疼了，我在里面嗷嗷的喊，又哭的时候，翻译在外面就哭了，就是已经就是那种疼，我感觉我这半边都快没了。然后我没有跟我妈说，直到好像比赛开始要开始就是不比赛了，爆出来了，我们才知道。真是个大事儿。对，他们关键是兴奋剂检测不能用药，就这么生生的弄。但是在那个这种时候，我不能去对外说，因为我们有2站连续的比赛，我胳膊已经是这样了。如果说你去表现的是这个状态是这样，那你的对手就会知道你身上有这种伤病。报这个伤病，大家问我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是一笑带过的，我说麒麟臂漏洞了。是出汗了是吧？不能出汗。不能出汗，已经出汗。你就打一阵，必须让他歇一下。我的麒麟臂漏洞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嘛，知道以后，尤其他讲那个，他那生生挖的时候，我们当时真是心疼死了，是。过去了，都好了，都过去了。哎呀，
真的。应该都过去了嘛。我从来没见过我妈掉眼泪，今天第一次。其实我的那个眼睛的眼泪也在打框，但是我一样会忍得住的。我不太喜欢在很多人面前哭，别人会看到我软弱的一面。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国外，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联系，有时候发微信。他那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没事，他说妈妈，人家那个大夫对我很好，他给我治疗的时候，他说梦梦，其实我是真不想给你弄，但是呢又没办法，说不给你弄呢，你又好不了，你必须得给你挖出来。就是感染了已经，又是疫情，他怕我又免疫力下降，怕我别有败血病。他一说这个，我们更害怕，所以说那时候他天天跟我们讲，妈妈没事，人家怎么对我好，人家怎么样，说人家给他外甥吃的东西都拿来给我吃，就给你感觉他很好，没事。所以说那时候我们特别心疼，就到现在这一个疤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大的。你有吗？报喜不报忧的事儿，我一下想不出来呢，挺多的吧。我不太习惯，就是跟我妈妈讲任何，也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她又是很容易焦虑的一个人，那我能感觉到她是这么容易焦虑，又很希望帮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不会去讲这个事儿，就我不想让她有任何焦虑的可能性。就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100%是对他好的，我才会去说。潇潇也是这样，他就是希望展现给我的是他就是好的一面，他不想让我看到他委屈呀，或者辛苦呀，或者什么受伤的一面。就是现在也不想跟妈妈分享。对，太沉重了。我一直很不愿意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能形成这样的情绪，他不是一瞬间的事情，他是很复杂的。就我当时身处的那个环境，就是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首先是一定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又是在异国他乡，然后你又没有朋友，没有支撑吧。但其实我肯定也有很多的委屈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就是无法去排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表达任何自己的情绪，然后我就习惯了就不说嘛。久而久之，我精神就不太对劲儿了。对。然后做了很多一些，我觉得现在来看我就很蠢，然后做了很多伤害我自己的事情。就我开始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举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会突然跑去大街上，没有意识，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从我出道现在第9年了，我就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情。其实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但是我知道就是包含了太多。他说：“妈妈，我想回家。”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当时我真的，我知道我很崩溃，我就是太知道他承受了太多。还有一些人际关系啊，就会让我感到很疲惫。爸爸妈妈有妹妹，很想你们，很爱你们。希望以后能快一点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跟我妈妈讲过的，其实18年的时候还是17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带着我妹妹去韩国找我，她说我跟你爸爸离婚了。
所以这可能会更加不想让我在那个环境待着。回来就对了。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理解你，就是你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梦想，然后一定要当时10几岁的时候一定要去，然后妈妈也同意了，然后自己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可能觉得也没有办法跟妈妈去讲，好像觉得自己以前这么要求，这么强，说一定要走，的事情自己得咽下来自己所谓的一些苦苦，很痛苦。但是在坚持不住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求救，对，还是要放过自己。孩子在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成型的过程，他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如果妈妈不在身边，他不会第一时间去向他倾诉，那这些问题他需要被解决，那他可能就会用另外一个途径，可能孩子就会走一些弯路。虽然事情最终都会过去，但是你依然会留有当时的这种不能够直接去跟你最亲近的人去讲你的需求的这种习惯性的行为。像在心理上筑了一道墙，就别人很难去走进你，也很难去打破。所以我觉得过早的去独立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适当的跟妈妈说一些我们自己的事儿，会有一些对被需要感？对，这会吗？会的。我觉得可能越不说，他可能会觉得离我们远。有点，这真是有点。我觉得女儿报喜不报忧是一个天生的一个能力，天生就会，天生的能力，对，都愿意回家讲好事，对吧？这样不开心的事都不愿意回家讲，对，是吧？一样的。我就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就其实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时候已经没办法不跟教练说，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坚持不了比赛了。没事，都过去。这个女儿还是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幸福。现在不快乐吗？一说就整到极点上，这您咋说话？没有，就是我自己是很困扰的，因为我不，这个点是很难达到平衡的，而且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今天我们将进行一次特殊旅程，复刻回忆照片。哇，睡衣姐，特别像，一点都不觉得累。然后我的表情还是这样的，对。你干嘛呢？听话！你们都好拼啊！就像回到小时候吧。喂，妈妈，我是11岁的邓邓，10岁的程潇，9岁的陈梦，12岁的哥哥。如果比如说在我10岁的时候，你跟爸爸分开，你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特别想离开你的，因为害怕被你训，因为害怕被你揍。我内心听的也很心酸。我觉得你好像只关心我的学习怎么样，有没有考到很好的学校，有没有上完补习课，我到底开不开心啊？我是不是委屈啊？你也不太在意，所以你到今天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对吧？没有，没有。
是女儿是妈妈第2季首播周，每日上新会员专属内容，精彩不断，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石宇，欢迎来到母女关系探索中心。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档研究母女关系和探索女性成长的节目迎来了第2季。良好的母女关系，受益人不仅仅局限于母亲和女儿，还会延展到其他家庭成员，并会产生代际传递的效应，最终会化为滋养整个社会的精神养分。可见，母女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议题，值得被更多的关注和思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李佳格和妈妈薄永霞，她们是欢喜冤家式的一对母女，在一起很容易发生母女日常的争执，却也没有办法接受分离。但薄永霞并不是真的想伤害自己的女儿，她很可能是没有意识到女儿已经有了关于母女关系的应激反应了。李佳格也表示，每次和妈妈沟通不畅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应激反应，说明大脑识别出了那和妈妈的一些冲突会让自己有了不适的感觉。薄永霞的口中描述女儿情绪是不稳定的，事实上只是女儿想照顾自己的感受，也照顾到妈妈的感受。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薄永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进行自我觉察和成长，增加自己的心理力量，重新建立边界感，并且寻找亲密舒适度，才是解决这对母女关系的问题的根本办法。相信观众一定能感受到邓传李老师的气场。黄圣依说，妈妈平时很少赞美她，还经常会质疑她做不好。那为什么在外人看起来那么优秀的女儿，却是得不到妈妈的夸奖呢？与成长的时代背景有关。在那个集体利益远大于个人利益的大背景之下，这一代人很多都会存在集体性的抒情障碍，没有办法非常准确地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那么母亲很少夸奖，黄圣依为什么内核还如此的稳定呢？母亲对女儿严格要求，很少表扬，对女儿一定是有影响的，只是影响的程度因人而异。每个人对于表扬的需求程度会不同。妈妈和其他的家庭成员会给黄圣依提供了很多的教育资源、生活上的托举，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女儿获得更多的建立自我认同的一些力量。那相信黄圣依一定是有她的独特的成长经历的，造就了她现在的性格。我们可以以后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寻找答案。对于梁爱群来说呢，她不能接受表达负面情绪。介绍女儿的姓的时候，程潇哭了，妈妈也哭了，但是梁爱群和女儿互动的时候，她立即收起了眼泪，笑着去触碰了女儿。梁爱群用笑来打断，暂停负面情绪，继续输出。很可能母亲会觉得曾经对女儿是有亏欠的，背负了愧疚感。关于陈梦和妈妈庞敏，我们看到了这位奥运冠军妈妈的雷厉风行，严于律己。真正成功的家庭教育是培养出能够勇敢走出属于自己人生轨迹的孩子，而不是要求孩子一定要复刻延续家长的轨迹，也不能以我们的标准去塑造孩子，因为孩子有自己的发展优势。那4对母女都有各自鲜明的关系特点和相处的模式。接下来的旅行当中呢，期待他们能在旅途当中充分的去感受彼此的感受，也能从其他母女身上借鉴学习，最后完成自我成长，从而实现母女关系的升华。是来电也是牵挂，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让惊喜在岁月里生花。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妈妈，我希望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我很爱你。严于律己的邓女士，我其实一直都很爱你，我也知道你是一直很爱我的。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道路上，你可以更加依赖我一点，然后让我更有成就感一点。首先在这里先祝我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妈，你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所以请你经常嘴角上扬，这样我们俩都开心都快乐。其他你很完美，妈妈我爱你，哈哈哈哈！祝我的妈妈能够身体健康，希望她能够多出去看世界啊，多去体验新的生活，能够快快乐乐的好好享受我们对她的爱。也祝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不只是妈妈，然后也是自己。
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是女儿是妈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专家博主共同探讨原生母女代际关系。上微博搜索话题是女儿是妈妈，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途日记。上百度搜索是女儿是妈妈，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 YY 直播。